深表歉意。完了，没啥表示吗？啊，我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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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成功的长大了1周岁，好吧？那过去1周啊，科技圈又有很多好人好事值得表扬，咱们抓紧开始。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铁窗上面；如果觉得主播还是在瞎编，请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抓紧开始。苹果给大家发钱了，多家媒体报道啊，苹果电池门赔款到账，每台手机赔款660元啊！这波大家可以打个6啊！这个事儿也是很多年的事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当年 iPhone 6S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念念不忘啊，必有回响。这么多年以来，还是没有忘记大伙儿这个事儿呢。就是电池门啊，可能有一些年轻的用户啊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啊。总之呢，就是那几年，反正咱们也做了不少的视频啊，得罪了不少的人。那时候冬天咱们动不动就跑到户外去给大家展示一下，直播的情况下，几分钟那电池从80%变成20%。知道电池门的事儿打个1啊，不知道打一盖。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我看有多少年轻用户在咱们直播间。有同学说啥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那还是在遥远的2017年啊，这都多少年前了。转眼间呢，大家都有孩子，不是，大家都已经毕业了。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吧。收到赔款同学打个1啊，还没收到打一盖。吓得我赶紧看了一下银行账户啊，余额没变，那就没有啊。那它这个呢，主要还是针对于美国用户啊，美版 iPhone。哎，我想起来了，想当年为了第一批买到这个 iPhone， 我记得我就是买的美版的啊。那我作为美版 iPhone 的用户，就没啥表示吗？你们负责人，作为知名良心主播，我必须联系一下我在美国的律师朋友，帮我代购一下，是吧？我以前老帮他们代购了，现在他们帮我代购一下啊！海外用户，但是买的美版 iPhone 能不能赔偿一下啊？啊，666美元，是不是？什么时候赔给我？不是吗？这是约合666，实际上每个用户是赔92美元啊，92美元，约合666元人民币啊！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哎，反正这咋说呢？就是阿美利卡那边呢有集体诉讼啊，哎呀，看着他们挣钱比我亏钱都难受。但是不管咋说吧，这个赔了啊，就说明还是愿意负责任。哎，问大家一下啊，大家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有没有收到过就是消费品厂商给你的赔偿款？不是退款啊，赔偿款，各种产品都算啊。大家打一下，曾经收到过打个1，从来没收到过打一盖。看一下同弹幕。来点好消息啊！本周呢，有海外一家创业公司给 iPhone 推出了全新的键盘配件。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创意？打字的时候啊，2只手上来敲字就可以获得实体键盘的感觉。这个创意100分啊，满分100，大家给这个创意打一个分数吧。目前这家创意公司呢，这款小键盘手机保护壳啊，已经开始众筹上市了。大家猜一下价格吧。那么它的价格呢，约合人民币啊，仅售995元，你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手机壳加上蓝牙键盘，你看怎么样？要不说这个创意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不一定非要搞什么惊天动地的发明，你把很多东西结合到一起就行了，是不是？手机壳，你看咱们挡上面，这就是一个对吧？淘宝啊，1块5俩包邮的手机壳，下边淘宝25包邮的蓝牙键盘，把2个粘在一块儿就卖你995元人民币，这上哪说理去？对不对？可以啊，995元人民币。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咱们安装好之后，我觉得确实是不错。iPhone 啊，这些年哪儿都好，咱就是说它这个打字呢，尤其是打英文字的时候呢，就感觉效率倒不是很高。所以你说未来全球这么多高科技企业有没有可能发明这样一种手机呢？就是真的啊，在下面带上这个全键盘，实体打字的感觉非常的有手感啊，就像我们打键盘的感觉是一样的。不仅啊能够获得真正的物理打字的触感，而且还可以省掉打字的时候那一半屏幕，是不是？就这块都会完整的显示了。怎么样？有没有这样一种手机？如果真的能实现，那完全符合我对于未来手机的想象。有没有这样手机？大家打一下。不知道未来哪一家巨头公司能够发明出这样的跨时代的科技产品？这是谁放图片？这是谁？这又是一家创业公司吗？咱们一定要好好去报道一下这家公司。我觉得它
这样的创意一定能够打败。别开玩笑了啊，好的创意呢都死了，是吧？咱们说点正经的啊，咱们刚才提到啊，这个 iPhone 手机壳粘上其他的配件就能够成为一个创新的配置。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你觉得这个 iPhone 手机壳再粘上点什么东西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全新的众筹产品呢？大家打开脑洞，如果是你的话，还想发明点啥呢？给这个 iPhone 手机壳上面粘点什么东西，变成一个全新的创业产品。看一看同学们的脑洞啊！有同学说建议在这个手机壳下面加一个触摸板啊！你是懂苹果的是吧？你是懂苹果的，可以啊。上方是 iPhone 啊，下方是触摸板，可以啊。还有同学说这个粘一个补光灯啊，补光灯咱得倒过来用，是不是？还有同学表示说粘上一个刮胡刀，那你这太厚了，咱最好是稍微薄一点，好不好？还有同学说建议在下方直接贴一个爱马仕的 logo。这才是真的值钱，是吧？你这些功能性的那都不值钱，贴 logo 最值钱。哎，这个创意不错啊！这同学说建议在这个地方加一个 home 按键，我举双手点赞。这个 iPhone 干掉了 home 按键是我多少年的痛啊！它在这加一个大按钮，真的咱发明一个众筹一下子，我觉得能卖的不错，尤其是老外肯定是喜欢这个功能。还有同学表示建议加一个备用电池，放下边。苹果说我有背夹电池是吧？我有 MagSafe 背夹电池啊。建议放一个便利贴，方便解锁，可以啊。还有同学说建议加上指纹解锁，你看这都是要我说苹果公司的产品经理啊，你就没事在咱们直播间不要老潜水啊，发言看一看，对不对？教一教你怎么做产品，其他公司也都学着点啊。华为 P70 有哪些细节？首先呢，我们知道目前Mate 60系列呢仍旧是一机难求，但是呢，从时间上说，从爆料上说 ，P70 就要来了啊。但是从时间上，大家可以推测一下吧，你觉得未来的1、2、3、4、5、6啊，哪一个月份 P70 会来到我们身边呢？看一下同学们的幕。由于最近 P70 的爆料非常的多，所以很多人表示说，是不是1月份、2月份 P70 就要来了？特别是你看，众多的友商都已经把新品上市了。12月份都上市差不多了啊，1月份最后1、2台发完之后，就剩下 P 系列自己了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时间上不是这么算的。华为它并不跟着高通走，它是跟着麒麟芯片走的，所以呢，华为会有原来自己的一个双旗舰策略，上下半年。那按这个时间来说呢，我们只需要把 Mate 60上市的时间向后推6个月，就是 P70 上市的时间。那么 Mate 60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呢？批量上市是9月份，9、10、11、12、1、2，那也就是说，根据我个人的判断，它会在2月份发布上市。这是 P70 确定的时间。那它长什么样子呢？知名爆料博主数码闲聊站带来一张 P70 的渲染图，大概是这个样子。假设就是这个样子。来吧，同学们，满分100分，大家给华为 P70 打一个分数吧。不光如此啊，还有网友在评论区发出了这样的弹幕表示呢，这是 P70 一个限定版本的特殊的镜头圈的 deco。那看起来就是坐实了啊，毕竟这配件都出来了，1大2小这样的一个外观，让你想到了什么呢？请你谨慎作答。当我们把它横过来的时候，哎，有没有发现什么？米斯嘎、穆斯嘎、米老鼠、米奇妙妙屋。有同学说这不是米奇吗？完了，这个华为要摊上官司了，是不是？怎么样？觉得像不像像不像米老鼠？这个我觉得厂商那也是有病而来，是吧？不会做无准备之仗。米老鼠又怎么样？我根本不在怕的。各大新闻报道，那么米老鼠的版权呢已经过期了，经过了95年的版权保护期，那么米老鼠呢终于到它的版权到期日具体的日期是多少呢？2024年的1月1号从这一天之后米老鼠的形象你就可以最初版本的米老鼠设计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卡通造型了，就这个。我宣布科技美学和米老鼠联名推出迪士尼来告我，不是我说着玩的你别当真，别当真别当真。嘿，米奇妙妙屋，不是误会误会。本周荣耀 Magic 系列发布全新产品，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外观设计满分100，大家先打一个分数吧。不管你们打多少分有人打的分数一会儿咱们再说。
先看发布会，荣耀掌门人赵明在谈到荣耀新品的时候表示，我们不怕友商来偷图纸。来问大家一下，你猜明哥他说的是谁呀？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弹幕上。有同学说是米老鼠，不是，严肃啊，你这不要瞎说啊，不要瞎说。那荣耀表示呢，我们最好的防守啊就是跑得更快。荣耀 Magic 6系列不怕友商来偷图纸。有同学说是米不是米奇。我啥也没说啊，都是你们弹幕说的是吧？我可啥也没说，你可别瞎编是吧？我就替大伙问一下子。那有人表示呢不高兴啊，微博账号罗永浩的辟谣号表示，这不就是抄袭我们锤子的 One Step 吗？啊，赵老师是不是被做产品的给骗了？贵公司不会这样的，你们又不是苹果，你说啊，这是啥意思啊？这可能有同学不太了解啊。其实呢，就是这次呢，在 Magic OS 荣耀的这个系统里面新增了一个叫做任意门的功能。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展示啊。简单说，可以把一些内容呢通过拖拽的方式调用到其他的程序当中来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是登上热搜啊，还有话题叫做荣耀回应任意门抄袭锤子。那荣耀这边高管表示呢，任意门功能是荣耀独立研发的，基于意识识别交互逻辑，在那个时代是完全没有的。任意门啊和 One Step 的核心区别在于，它呈现的入口不是你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动态智慧逻辑呈现。行吧，咱也别说支持谁啊，来问大家一下，你支持谁啊？支持这个罗永浩的辟谣号打个1啊，支持荣耀的回应啊打一杠。看一下同学弹幕。有同学问主播怎么看？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啊，我这个人是最不愿意得罪人的，这种事情我能站队吗？那必然是不能啊。我的建议是给荣耀手机刷一下锤子的 Smartisan OS 操作系统，结合在一起，不就知道哪个更好用了吗？好，那这个说归说啊，笑归笑啊，其他咱就不开玩笑了。关于荣耀机型的话呢，它还是有自己核心的一个独家优势，就是它的高频 PWM 调光啊，这还真的是其他厂商我还真没看到啊，哪家在这个方面能够深耕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啊。所以呢，如果你对于低亮度的时候频闪比较敏感的话，那荣耀几乎是你目前唯一的选择。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主播这个办法呢，就是高情商的说，就是给荣耀手机装上锤子操作系统；低情商的说，就是两边都给得罪了。你这新年要买车的同学千万别着急，因为风向标特斯拉它降价了。目前特斯拉旗下最火的2款车 Model 3和 Model Y 大降价。其中 Model 3呢降价 1.55 万元， Model Y 呢降价7500元，新年换新价。好家伙啊，上周咱们刚刚聊完各大车企召回风波，其中呢特斯拉一共召回161万辆，这周它马上来一波降价，所以以后啊这个新闻咱得多报。来问大家一下啊，你新年里面如果想购车的话，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那么这波特斯拉降价有没有打动你呢？打动之前咱们先说一下啊，就是在这波降价7500元之前，特斯拉呢在终端经销商那儿还有一个8000元的优惠，但是呢在开年之后，这个8000元的优惠没了。为了补偿大家的心理落差，所以呢改为降价7500元。原来降价8000优惠，现在是大降7500。这次降价一共涨了500块钱。打动不了一点啊！但是这个，如果你要是没看咱们的节目呢，可能就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啊，也就被打动了啊。这无所谓啊，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好事的。毕竟这是官方在纸面上的降价，对于整个行业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接下来呢，友商的车型应该也会跟进，所以总体来是好事啊，给特斯拉点赞。小米汽车它到底卖多少钱？通过官方辟谣之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过去这段时间，在小米汽车发布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定价猜测是不绝而耳，甚至呢还有各种各样的 P 图P 什么22万、33万之类的各种各样的。那小米呢辟谣也是一波接着一波。来吧，先问大家一下，你觉得小米苏7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看一看谁猜的最准。一会儿咱们来看一看主播给你的推算。回顾发布会雷军多次表示打9万9的不可能是吧？打14万9的也不可能。所以咱们在上周曾经给大家推算，难道说那就是19万9？但是小米呢本周在其官方渠道表示不会是9万9，不会是14万9，也不会是19万9。这是小米官方渠道多家媒体报道。那就不会是19万9，那我知道了，那就是19万9999。
是不是？是不是就不是19万9了，对吧？完美的避开了。你说他说谎了吗？没有。那他只要再加一个9，是不是就可以了？他要再辟谣，我再加一个9，不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啊，咱们就不能这么算，咱们来点严谨的算法。小米官方表示啊，小米SU7 50万内没有对手啊，这个意思应该就是50万内最好的车。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严谨的公式计算来算出小米的车到底多少钱？类似这样的公式啊，之前有国内非常成功的厂商曾经给我们计算过。哪一家啊？理想。理想在宣传的时候呢，非常知名的那句宣传语就是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所以那我们就推测一下，按照理想的这个计算价格，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 SUV 实际售价呢是45万。那我们来算一下比率，500万除以45，那也就是除以11吧，就是1比11啊，11/1的价格。还有呢，还有1000万以内最好的问界 M9。问界 M9 的价格是多少啊？57万。那我们再拿1000万除以57万啊，它的高配是17，就是17/1嘛。那么我们结合过去这2年最成功的2家国内的新势力的车企，从11/1到17/1，结论就是15/1，就是15/1这个定价就一定能成功。就啥意思？我标一个价格，最终我实际的价格啊，是我宣称那个价格的15/1，那么这个车就一定能成功。回到小米SU7，小米SU7它可是50万以内，那我们就直接50除以15，最终根据我个人的严谨精密的计算，再叠加友商理想、友商问界的成功经验，最终呢，我认为小米SU7的定价应该就是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觉得这个价格是真的，打个1；觉得不太可能吧，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雷军表示，是谁让他来上班的啊？不是我这边没有别的意思啊，咱们都是想让这个汽车成功，所以呢，我们希望来推测的就是产品的，对吧？按照榜样来学习嘛，对吧？上期咱们跟小米提建议说你应该宣称你是1500万以内最好的4门轿跑，是吧？但是你还是说你是50万以内，那对不起了，咱们就要根据严谨的公式来计算了。有同学说，主播，小米汽车还没上市，你就来黑我们小米汽车，是不是这个意思？一看就是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同学，想把我定性成米黑，知不知道主播是干啥的？主播呢，我也是有病而来，良心主播，3万美元，我绝不加你1分钱。我推测小米汽车应该会有一个版本啊，就卖3万块美元。雷军表示，别让他走，马上给我叫回来。觉得男主播说的对，可以打1波6。汇率计算器，大家可以截图。本周大事件影响了我的好心情。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啊，腾讯道歉啊，不少游戏就断网了啊。这事儿咋说呢？他平常的时候我是经常吐槽他，但是当他真断网的时候，我就好崩溃啊。很多网友表示啊，腾讯旗下大量的游戏啊，都是一些全民级别的游戏，包括王者荣耀、英雄联盟、DNF 和冰晶、穿火线等等啊，不同程度出现了波动。而第二天呢，腾讯游戏呢也抓紧说明原因，因为运营商线路故障导致网络波动，出现暂时无法登录情况等等啊，造成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这咋说呢？来问同学们呀，你们当时游戏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影响啊？有受到影响打个1啊。这不太清楚这事儿，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咋说呢？我那天碰巧还真是在玩游戏呢，是吧？和女主播啊，我们正在这比拼一下技术，正准备上分啊，突然全峡谷的人都站那儿不动了，当时还吓我一跳。我这是什么新型挂？这是啊？这威力挺大呀！我现在这挂不错呀，这多钱买的？这是这么厉害？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啊？后来出来一问啊，原来是这个服务器啊，吓死我了！这是虚假的防沉迷，各种身份认证还得扫脸，真实的防沉迷，服务器挂了，这上哪说理去是吧？深表歉意，完了没啥表示吗？啊，我这把游戏输了，你就完了？游戏公司表示给你补偿几个金币，行不行？不行再补偿几个钻石吗？是吧？你还想怎样？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游戏公司做出什么样的表示能够弥补我的心灵创伤？看一下同学弹幕，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有同学说送你一个
皮肤碎片，是不是很感动啊？你还想怎样？还有同学表示，我都道歉了，你还不害怕吗？还有同学表示，要不然把你的存档删了吧，别把我错了。我就是那么一说，好吧？还有同学表示啊，你不满意是不是？打排位的时候输了啊，是不是？那没问题，这样咱们所有人全都升一级，对不对？你这不就是让所有人都满意了？我确实得到了补偿，但是所有人都升了一级，那感觉好像哪里不对，表示我升了一级，但是又好像没升。还有同学表示啊，刚才送您那个皮肤，如果您不要啊，还可以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再凑99个皮肤，就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地狱火返场的机会啊！这行可以啊，你是懂啊？还有同学表示你逮着我们腾讯说是不是啊？你是故意来黑我们腾讯？还有阿里呢？就在上个月啊，双11刚过，阿里系的 APP 啊，包括淘宝、钉钉、阿里云盘也都崩了，是吧？登都登不上去了，就想卖东西都卖不了啊，想买东西也买不了。就刚才玩腾讯游戏是让我心情不好，这个阿里崩了，这让我直接身体就不好了。咋说呢？这个也可以理解吧。过去一年啊，这各大企业过得也不是很愉快啊。腾讯与阿里降本增效、开源节流，这是主旋律。但是我想说，我一开始啊，以为这个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是这几个字儿。后来呢，我发现反映到现在是这样的：开源就是把程序员都开了，增效就是让大伙儿都笑了。OK， 那以上的就是本周科技圈那些值得表扬的好人好事，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啊？欢迎打在弹幕上。还有，经过上周大家的努力啊，我们的粉丝啊从70.9万涨到了71万，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没点关注的啊，点一个关注。下周咱们就有可能变成71.1万了。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那言，咱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上周咱们计算了频道的粉丝量70万，想要成为100万粉丝啊，还需要做333期，一周一期啊，还需要做6年才能成为100万粉丝 UP 主。有观众留言表示，主播你一天做333个视频，不就能马上成为100万粉丝 UP 主了吗？不是，你是想累死我是不是啊？还有观众表示啊，10年前就已经看科技美学的节目了，到今天才发现啊没关注。你说这是啥观众这是啊？主播我这心呐，还是看产品吧。上周咱们聊到小米汽车如何才能卖得更好，其实私人定制是个不错的点子。你没看啊，隔壁的 iPad 背面那个字儿都是可以自己定制的。小米汽车车尾的字儿，希望也能定制，比如改成 Are you OK， 绝对大卖啊！